破纪录，央85年收视巅峰被肖战沧海船拿下，凭什么？全网疯问，肖战沧海船凭啥霸榜？5大破圈密码揭晓。当沧海船的片尾字幕最后一次滚动，这场席卷全网的追剧狂潮却丝毫未减。这部由肖战、张婧仪主演的古装权谋剧，不仅稳坐央8近5年古装剧收视冠军宝座，更在海外多国掀起观剧热潮，连业内大咖都集体化身自来水。究竟是什么魔力，让它成为当之无愧的年度现象级爆款？破局密码1：题材颠覆，直击审美痛点。在甜宠剧扎堆的市场里，沧海船以硬核权谋撕开新赛道。当观众对工业糖精产生审美疲劳，剧中拨烟云轨的朝堂博弈、环环相扣的智斗剧情，恰好击中了大众对高智商剧情的渴求。这种反套路设定，让它从开播起就自带话题滤镜，成为古装剧赛道的一匹黑马。破局密码2：顶流实力，肖战的破圈效应。作为内娱顶流，肖战用实力证明流量系花瓶，从仙气飘飘的仙侠到狠力果决的权谋角色，他对苍大人的细腻诠释，将角色的隐忍、谋略与情感层次演绎得入木三分。片场花絮中，他反复打磨台词，挑战高难度打戏的敬业态度，更是让观众看到演员的专业底色。这种对角色的敬畏之心，正是作品成功的重要砝码。破局密码3：口碑裂变，全民追更狂潮。沧海船的爆火绝非偶然。开播后，不仅普通观众自发安利，连郑晓龙、徐克等知名导演、圈内演员都公开点赞。海外平台上，该剧更是横扫多国热度榜，将东方权谋美学推向世界。这种从本土到海外的口碑裂变，印证了优质内容自带的传播力。破局密码4：品质为王，尊重观众的诚意。从服化道的考究到剧情节奏的把控，沧海船用细节彰显匠心。剧中每一帧画面都堪比电影质感，权谋戏码不靠强行降智推动，而是用扎实的剧本和精彩的群戏撑起格局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，正是对观众最大的尊重，也让作品经得起市场和时间的双重考验。破局密码5：现象级影响力，持续发酵的长尾效应。即便收官，沧海船的热度仍在持续攀升，社交平台话题阅读量破100亿，衍生二创作品层出不穷，张大人相关热梗火遍全网。这种全民参与的狂欢，不仅延长了剧集的生命周期，更让它成为文化现象级作品。从收视冠军到海外出圈，沧海船的成功密码，本质上是一次对观众需求的精准洞察，是演员实力与作品品质的双向奔赴。正如网友所说，好作品自己会说话，而肖战和沧海船正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解。臧海和香老板，你们觉得他们俩的情场段位谁更高啊？从表面看，一开始香老板呢攻势猛烈，手段频出，像个掌控全局的猎人；但臧海则是隐忍克制，若即若离，像个被动甚至是一个不太好掌控的猎物。但心理学告诉我们，段位高低不看表面动静，而是看情绪掌控力、目标达成度和关系中的实际影响力。今天呢，就跟大家深入的聊聊这场情场博弈的底层逻辑，这也是我觉得追剧最快乐的部分。那从香老板的行为模式，他是典型的焦虑矛盾级依恋。从他在关系中的投射，他对臧海的喜欢是高唤醒度的、强烈、直接、占有率爆棚。他所有的手段，无论是等待游戏也好，股钱币诱饵、人情债务捆绑，给臧海看手相说的那些话，核心目的只有一个：获取确定性和掌控感，缓解因臧海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。那他的段位体现在哪些方面呢？第一，目标明确且行动力强，要得到关系的主导权就主动出击，比如利用资源、制造机会、表达不满等等。第二，情绪表达直接给，喜欢就演出来，生气就表现出来，伤心就委屈上，还总放狠话。这种真实感是人物魅力的来源，表现出来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个性。第三，工具理性运用，懂得用欠人情制造链接，稀缺资源吸引对方，
不顾危险亲自出马帮藏海杀掉陆晋，试图建立一种你欠我，终将以身相许的债务关系逻辑。但他的段位漏洞有哪些呢？第一就是情绪容易被对方牵动，比如那段让藏海喝6壶茶那段，非要吊着人家，结果呢，后来藏海自行离开了吧。由此可见，藏海的一个动作就能让他从欢呼雀跃跌入气急败坏。情绪稳定性是段位的硬伤，他的战术常常是服务于安抚自身焦虑，而非真正理解或影响到对方。第二，需求感过度暴露。心理学中的需求法则指出过度暴露需求会降低自身价值感。香老板的喜欢不加掩饰，虽然很可爱，但也让藏海清晰掌握了他的底牌，清楚他也需要他。藏海绝对是知道香老板对他是有意思的，因此香老板削弱了自己的谈判筹码。第三，吊桥效应玩脱了。就是那段故意让对方等待，制造紧张期待感，结果自己成了桥上那个心跳加速七上八下的人，反被效应所困。其实说白了，这就是作嘛。作的目的是为了让对方投入，结果自己投入更深，策略失效。第四，工具理性的失效。人情战策略在绝对核心目标，也就是藏海的复仇和身份鸿沟面前显得脆弱。藏海能拿出房契和他换古币，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。他知道藏海没钱，所以本想是刁难他的，但没想到藏海会是有备而来，所以他瞬间就破防了。因为对方可以为了目标放弃一切，所以香老板的债务捆绑逻辑被击穿了。藏海都没求他，也没有哄他，谈判失败那就走呗。最后香老板不但没有要房契，没要他1分钱，还主动把古币送给他了。虽然他俩前期都隐瞒了自己的身份，但在感情上，香老板算是一个名牌玩家，战术华丽，但情绪内核不稳，容易被看穿和扰动。他的高段位更像是一种充满魅力的纸老虎，攻势猛烈，但防御薄弱。而藏海表面低段位，好像开始都是被香老板牵着走，很被动似的，但实则深藏不露，是个妥妥的情感冰川，暗流主宰者。藏海的行为模式呢，更接近回避型依恋，与创伤后应激反应的复杂结合。巨大的创伤、异能之痛和核心目标复仇像一层厚厚的冰壳，将情感深度压抑和隔离。他的行为受制于超我与本我的剧烈冲突。那说说藏海的段位体现第一，情绪控制力，这是藏海段位的基石，无论内心如何翻江倒海，他基本都能维持表面的冷静。这种情绪钝感力在博弈中是强大的武器，让对方难以捉摸真实意图。第二，核心目标优先级绝对清晰，复仇是他的最高纲领，儿女私情必须让路。这种目标聚焦力让他能狠心划清界限。当他在密室发现蒙面人是香老板，也是东夏的质子时，他没杀，但把他囚禁了。当得知是他母亲东夏女王是第3个仇人的时候，哪怕心里有他，对他有感情，但也绝对不会被短期情感干扰自己的长期目标，清楚自己要什么并能为此割舍，这就是高段位玩家的标志。第三，被动式掌控。你们看他俩的感情线，藏海很少主动出招，但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筹码和诱饵。香老板所有的战术都围绕他展开，他通过不回应、冷静抽离等方式，反而牢牢牵动着香老板的情绪和行动，这是一种无为而治式的高阶掌控。第四，深刻的理解与接纳，他看穿了香老板作的背后的喜欢和焦虑，他是懂女孩子的任性的。香老板对他的刁难，给他看手相的言外之意，中元节那晚问他的问题，他其实都明白都懂，在心里是默默接纳的。这种心智化能力就是理解他人心理状态，是高级共情和关系管理的基础。第五，情感悬置高手，能够将自己的感情深深压抑，但不完全否认，比如对香老板的欣赏、心动、爱慕，还有在他身边片刻的心安。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，对香老板这种渴望确定性的对手来说，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和折磨。所以藏海完全保持了自身的神秘感和价值感，但在亲密关系中，情感隔离是把双刃剑。压抑情感虽然有利于控制，但也阻碍了亲密关系的深度建立，容易造成误会和伤害。就是那段无论香老板说什么，怎么解释，藏海都听不进去，就认定他妈妈是第3个仇人。前面我说到香老板是名牌玩家，那藏海就是暗牌玩家，情绪深藏不露，目标坚定不移，以静制动，却牢牢掌握关系节奏。他的低存在感恰恰是最高明的控场术。那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？从情感博弈的掌控力、目标达成的坚韧度，以及对自身和对方情绪的理解与管理能力来看，藏海的段位在心理学意义上显著更高一些。他构建了一个更稳定、更不容易被攻破的内在心理系统，并能以此无形地引导着关系走向。而香老板的段位在于他鲜活的情感表达和主动争取的勇气。对于异性来讲，其实是非常具有魅力和感染力的。但在心理博弈的硬实力，尤其是情绪稳定性、需求暴露度和对核心矛盾的解决能力上，也就是藏海的复仇使命是他没办法绕开的障碍。所以相比之下，香老板略逊一筹，但他的可爱有趣恰恰部分源于这种自以为段位高的反差萌。香老板赢在爱得声势浩大，藏海胜在控得悄无声息。如果说香老板是情感舞台上的耀眼明星，那藏海就是那个掌控灯光和剧本的导演。
本来新的视频我想给大家推荐一部我觉得很好看的剧来着，但是我刚才躺在沙发上刷微博，实在是给我刷的我太生气了，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叫旋风少女的编剧，叫做著名的这个人发的这个微博内容，就是在引导舆论，批评肖战，批评藏海传，就是然后我就点进他的主页看了一下，每天还在直播什么的，然后发了非常多的这个内容，然后拿肖战的藏海传当那个他的直播预告的一个封面，然后我就特别的忍不住，我就想着这群人他们剧本代表作没有写出来几部，然后现在每天是在微博上面发这种引导舆论，挑起这个挑起饭圈事端的这种言论，来去博眼球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然后我就想，难道是因为现在的剧人家不找他们当编剧了吗？是因为现在都是小说改编成编剧，甚至是小说的作者都可以担任编剧了，抢了他们的饭碗，他们觉得没地方发泄是吗？一定要挑一些流量的明星来给自己博一下出位，博一下眼球。然后我就给他评论了，我真的实在忍不住。然后我发现他的还需要先关注他，然后我实在忍不住，我就先点了关注，再给他评论，然后我就拉黑了他。过了没有5分钟，我就收到了通知，他把我的评论删除了，然后也把我拉黑了。你说这种人不就是为了涨点粉，博取点关注吗？要不然是因为什么呢？我就是想说他，我说你当编剧就好好写剧本好吧，不要每天像冷宫的妃子一样，动不动就要出来发疯，找存在感，天天博眼球、博出位，发这些负能量的东西。什么年代了呀？好几年的时候，还有一些人靠批评流量明星，批评一些这个现象，批评一些那个现象，真的把自己的名气搞出来了。现在什么年代了？大家每天愿意看这种负能量的东西吗？愿意看你们每天在网上引导这种负面的舆论吗？整天让大家来吵去的。我看都说大环境不好，我看大环境就是你们这群人给搞坏的，包括这个汪海林之流，什么玩意儿啊！我真的是忍不住，每天都是带着偏见在那边引导，在那边双标，说什么那个阴阳怪气，说什么只要是他在微博上边没指名道姓的骂谁了，说谁了肖战的粉丝就会自动去认领，这叫什么话讲的？你连续骂人家骂那么长时间，给人家都骂应激了，每天这个天天在那边发一些阴阳怪气，你虽然不点名，但是你在那边内涵影射谁呢？你如果要是真说，那好，你还是直接点名说吧。如果你觉得你说的不是肖战，你以前为什么点肖战名，现在不点其他人名字了吗？就是这种人，我觉得微博最应该清朗行动，清朗的就是这一批人。每天不是他们在这边引导舆论的话，怎么每天在网上面打架呢？我真的是，我从微博内测的时候就已经是用户了，每天都在看一些新闻资讯，包括最前沿的一些信息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了，出现了大批的这种营销号，顶着这些什么编剧各种什么业内人的一个标签的人在这边引导舆论，真的求求了，给他们封号吧，好吧，别让他们出现了。所以我真的是奉劝各位明星的粉丝们，你们自己要有点辩证能力，遇到了这种营销号在这边挑事儿的，不要回复他，也不要在下面跟别人吵架，直接举报他就好了。真的是，能不能让这种信息别推给我了？我真的是无语，影响我的心情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？问这个问题的人真的好多和《藏海传》关系最高的一本书就是《夜航船》，明朝张岱的，荧惑守心毕兴浩宇都有。我找一下，天下学问唯夜航船最难对付。但是这本书很好读它没有什么故事，就是古代的百科词典，你没事的时候就这样随便翻一翻，都是那种古代很有意思的那种小知识、小学问。比如说十恶不赦到底是哪10恶？风牛马不相及是什么意思？马喜欢逆风跑，牛喜欢迎风跑，所以风一刮的时候，这两个东西它不在一条道上，所以叫不相及。而且它分类分的特别的详细，推荐大家人手一本，没事的时候你就翻开看一看，看着看着你就爱上了中国传统文化。这本书真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吧，或者你买来把它放到家里镇宅，朋友来你家一看，哟，夜航船，明朝张岱，好装，好喜欢。